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北的频道。那之前呢，我们有分享过很多期关于软路由的视频，但是最近呢，还是发现有很多小白朋友不会安装软路由，所以呢，我还是打算再出一期关于软路由的安装的入门视频，来给小白朋友用来做参考。本期视频呢，我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给 X86 小主机来安装软路由固件啊，因为 X86 的小主机它的软路由固件比较多。很多作者呢都有编译这个 X86 小主机的软路由固件。那聊到这里呢，有些小白朋友会问了，什么是 X86 的小主机啊？其实我们不用理解的太专业啊，就通俗的简单的理解，我们用的这个英特尔、AMD 这些品牌处理器的小主机或者说小电脑啊，它都是 X86 的这些机器。那我今天呢就是用的这个英特尔的这个 N100多网口小主机来给大家做演示的啊。这个英特尔 N100的这个小主机呢，之前我有测试分享过啊，算是一个功耗比较低，而且散热还可以的一个小机器啊。当然了，除了我手上用来演示的这个机器呢，如果说你的手上是什么 N5105啊、N95啊、什么 G4125啊、G6413啊等等，或者说像一些 AMD 的这些小主机，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电脑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是通用的啊，通用的。好了，那我们多的就不说了，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给大家分享吧。那这里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工具，还有要用到的固件。这个工具呢是 Wintoy， 是一个好用的 U 盘多系统启动工具。然后这个呢是 IMG 写盘工具，这个是 VPE 啊，是一个 PE 系统工具。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用到的 OpenWRT 固件啊。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固件呢是 iStoreOS。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固件呢是比较好上手啊，也适合小白朋友入门来使用的。那其实你看完本期视频以后啊，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些其他作者编译好的 OpenWRT 固件啊，这个安装啊、刷写的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那主要是提醒大家，就是不同的作者他编译好的这个固件呢，你主要要搞清楚它这个固件后台登录的 IP 地址是多少，以及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还有就是搞清楚作者的这个固件它默认的万口和烂口啊分别是哪个口啊，搞清楚这些固件 X86 平台的这些固件啊，刷写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使用到的这个固件呢，是点 IMG 结尾的这个格式的文件啊。那如果说你下载下来的 OpenWRT 固件呢是压缩包的文件，你记得要把它解压成点 IMG 的文件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了。好了，那下面呢，我们来开始做这个 U 盘启动啊。我们先把准备好的 U 盘给它插到电脑上面。好，插到电脑上面以后呢，我们现在来打开 Wintoy， 我们来双击这个文件啊，双击。好，打开以后，大家看在设备这里已经识别到了我的 U 盘，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安装即可。那这里呢会提示我们 U 盘会被格式化，所以呢，大家如果 U 盘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备份啊。那建议呢用一个空的 U 盘，点击是，再次点击是。好，我们耐心等待它安装完成。好，大家可以看到 Wintoy 呢已经成功的安装到我们的 U 盘了。我们点击确定啊，关掉这些窗口。然后呢，我们来打开 U 盘啊。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的 U 盘。那我们安装好 Wintoy 以后呢，我们的 U 盘的名称呢也变成了 Wintoy， 这个呢也便于我们去识别啊。我们现在呢来打开 U 盘，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个写盘工具，还有 PE 系统，还有这个固件啊，这个软路由固件给它放进去啊，就这三个给它放进我们的 U 盘。好，那这三个文件放到 U 盘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拔掉 U 盘，把 U 盘插到我们的小主机上面了。
好，那我们把 U 盘插到小主机上面以后呢，我们给小主机接上了键盘和鼠标，以及接上了显示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电来启动了。通电启动以后呢，我们要快速的给小主机引导到 U 盘来启动。那这里呢要说一下，就是那大家用的不同的小主机，可能这个引导的按键也不一样。就像我自己用的这个小主机呢，主要是按 Delete 键来进入到 BIOS 里面来修改这个启动项，然后从 U 盘来启动。当然了，现在很多这种小主机也是主要按这个 Delete 键来进行 BIOS 里面的一个修改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小主机或者说你的电脑不是按 Delete 键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 ESC 键或者说 F11 F2 等等一些按键来试一下这个呢大家提前搞清楚，或者说上网查一下。那现在呢，我给我的小主机来通上电源好，通上电源呢，它会滴的一声。好，看到这个界面呢，我们快速连续点按 Delete 键，然后到了这个 BIOS 界面。到了 BIOS 界面以后呢，我们使用键盘上面的方向键的右键，然后给它选择到 Boot 选项那到 Boot 选项以后呢，我们用方向键的向下键，给它一直选择到这个 Boot Option 1也就是第一启动项。然后呢，我们敲回车键。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方向键的下键选择自己的 U 盘那我的 U 盘呢是这个黑色框里面的这个。选择好自己的 U 盘以后呢，敲回车键。OK，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Boot Option 1后面就是我们的 U 盘了。也就是现在我们把 U 盘作为了第一启动项。那设置好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右边这里有一些按键的解释，其中呢 F4 是保存和退出。那这里还有说的就是有些主板它这里显示可能是 F10 是保存和退出，所以具体呢大家要看一下右边具体的这个按键对应的这个意思那这里呢我就按 F4 了，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按。好，这里呢它默认是 Yes， 我们直接敲回车就可以。好，敲回车以后呢，大家看一下，因为已经从第一启动项 U 盘来启动了，所以直接就从我们的这个 U 盘启动工具 WinToy 里面来启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键盘上面的方向键来选择我们先来选择这个 VPE 进入到 PE 系统里面，回车，然后再次回车，回车。好，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PE 系统了。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跟我一样，这个小主机里面的硬盘之前是装过其他系统的，所以我们要删除一下。那如果说你的小主机里面的硬盘是空白的话，一会儿呢，直接我们刷写固件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呢，先把这个硬盘里面的这个之前的内容给它删掉打开这个工具，然后呢，找到自己的硬盘这里呢有自己的硬盘，还有这个 U 盘大家根据这个后面的容量应该就能分得清楚了。好，这个呢是我的小主机的硬盘，我选择它，然后右击，然后点击删除所有分区，点击是。好，点击左上角的保存更改，点击是。好，看一下这里是空闲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小主机的硬盘就是一个空盘了，然后我们来关掉这个窗口好，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刷写固件了如果说你是小主机的硬盘是空盘的话，直接从这里开始，我们来打开此电脑，然后找到我们的 U 盘就是这个 WinToy。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有我们的这个 IMG 写盘工具，还有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固件。我们先来双击打开这个写盘工具，点击 Yes 然后呢，在选择驱动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好我们的这个小主机的硬盘点击这里下滑。然后呢，大家如何判断哪个是自己小主机的硬盘呢？首先呢是根据容量根据容量来选择。那这个 119.24 这个是我当前硬盘的容量。然后呢，一般来说这个 Disk 0就是默认的是我们小主机的硬盘大家是这么去判断，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选择好以后呢，我们点击浏览，
啊，选择我们的这个软路由的固件啊，然后呢点击打开。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右下角这里的开始，好，再点击试。好，现在呢，这个软路由固件就在刷写了，我们稍等一下。好，那这里呢显示印象写入完成，我们点击确定啊，现在呢已经刷写好了。然后呢，我们关掉这些窗口。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拔掉小主机上面的 U 盘啊，要先拔掉 U 盘。拔掉 U 盘以后呢，我们再点击左下角这里，然后点击重启。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界面不再跑代码的时候呢，我们敲一下回车键。OK， 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软路由 OpenWRT 的固件就已经刷写好了。刷好以后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如何去接入到我们家庭网络里面啊去使用。然后下面呢，我就给它接上网线啊，作为家里的主路由，我设置一下就可以用了。那在开始接网线之前呢，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如果说你刷了软路由固件跟我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刷的这个固件，作者他默认哪个口是烂口啊，哪个口是万口。你搞清楚以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插线了，不然呢，你还得挨个去试，那多麻烦啊！就好比我们今天刷的这个固件呢，作者默认的万口就是 ETH0， 烂口呢就是除 ETH0 以外啊都是烂口啊，这样我就知道怎么插线了。那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根网线啊，这根网线呢是从光猫啊，我家里的光猫接过来的网线。那光猫接过来的网线呢是要插到万口的，所以呢我要插到 ETH0啊，插上去。好，现在呢万口我们已经插上了光猫过来的线了，那后面这3个口呢都是烂口。然后呢我们就要连接这个软路由进它后台设置了。那连接这个软路由呢2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就是有线连接。找一根网线啊，随便插到任意一个烂口，然后网线的另一头呢插到你的电脑上面，你的电脑呢设置成自动获取 IP 的模式，然后呢你在电脑的浏览器上面输入这个软路由后台的 IP 地址，就可以进行后台管理了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应该大部分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家里用这个无线路由器，也就是第二种方法是无线连接的方法。那这个是路由器，其实呢我是作为一个 AP 来使用的啊。那家里呢可能不同朋友家里的路由器也不一样，有不同品牌的。那你的路由器如何设置成 AP 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基本上现在路由器都可以设置成 AP 的啊。什么是 AP 呢？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一个无线热点啊，用来供你家里的无线设备来连接无线 WiFi 上网的。那我家里呢，这个是一个小米路由器啊，小米路由器我就以它为例，它是如何设置成 AP 呢？它的后台呢有一个有线中继模式啊，实际上就是设置成 AP 的一个模式。那你在小米路由器的后台呢，把它设置成有线中继啊，它就变成一个 AP 了。设置成有线中继以后呢，大家看一下这根线啊，这根线呢另一头呢是插在这个路由器的万口的，然后呢把这个线呢就插到它任意一个烂口就可以了啊。那我就插到这个，反正这几个口都是烂口。好，插上去以后呢，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无线设备啊，不管你是你的笔记本啊、电脑啊、平板啊这些，连上这个 WiFi， 登录到它的后台来设置了啊。那我一般呢都是通过无线来连接的，这样会方便一些。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么接线的啊，再给大家捋一下，光猫接过来的线插到软路由的万口，然后烂口呢，你可以插有线设备啊，也可以接一个无线 AP 啊，也就是你的路由器啊，设置成 AP 模式啊，就是这么接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去电脑上面来设置一下啊。那现在呢，我回到了电脑上面，我们来打开电脑的这个无线啊，找到我们的无线 AP 啊，就是我刚才的这个小米路由器。好，找到它的 WiFi， 我们来连接上。连接上以后呢，就可以进软路由的后台来设置了。好，那连接上以后呢，我们来打开浏览器啊。打开浏览器，我们在浏览器里面呢，输入我这个软路由固件的 IP 地址。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软路由固件，它的后台 IP 地址呢是192.168.100.1啊。回车，大家看一下，然后它的用户名默认是 root， 密码呢是默认的 password。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默认的密码。然后呢，我们点击登录。好，登录到后台了，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刷的这个固件呢是叫 iStoreOS， 那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 OpenWRT 固件，只是名字叫 iStoreOS 啊。如果说你想换个名字也可以啊，你就在这个系统这里点击系统，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主机名，大家看一下，这里呢是可以自定义的啊。比如说我自己呢可以自定义一个，我随便自定义一个。我随便可以自定义一个名字，点击保存应用。好，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看一下，就是自定义名字，这个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本质上呢还是一个 OpenWRT 的这个固件。然后呢，这个固件是非常适合小白就是入门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设置比较简单。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进来以后呢，首先肯定是要设置联网的，它呢直接是点击这个网络向导就可以了。这里呢就是来设置这个连接网络了。那现在呢要说一下，就是大部分朋友家里呢主要上网方式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光猫拨号上网，另一种呢就是光猫桥接，然后用主路由来拨号上网。如果说你家里是光猫拨号上网的话，你到这一步呢，你就直接点击连接现有路由器啊，然后这里呢就保持默认不变，点击保存就 OK 了。然后另一种呢就是这个光猫桥接，然后主路由拨号上网，就是点击这里。那这里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光猫桥接啊，你就光猫桥接吧，因为这样呢更有利于你自己去管理你家里的网络。如果说你不会光猫桥接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运营商的这个宽带的师傅来帮你修改啊，可以找他们，一般是可以修改的啊。具体呢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那我自己呢是光猫桥接的，所以呢我选择这里啊，选择这个宽带拨号连接，这里呢就输入自己的宽带账号和宽带密码啊。输入好以后呢，我们就点击保存配置，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进入控制台。OK， 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呢显示正在检测中，也就是正在拨号。好，大家看一下，显示呢已联网啊，已联网。好，那现在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啊。OK， 我们来测试一下。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没有问题，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啊，可以正常上网的。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固件来设置上网啊，非常的简单。还有就是这个固件呢，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啊。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它这里呢有一个 iStore 商店，这个 iStore 商店呢比较好用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下载很多好用或者说实用的插件啊，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点击安装啊。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然后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刷机以及这个固件联网的设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还要说一点，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参照我们这个方法刷的固件呢是另外的一些大神大佬或者说一些作者编译的这个固件，不一定会有这个网络向导的这个。假如说你刷的那个固件它没有这个网络向导，那怎么去联网呢？你点击网络，然后呢点击这个接口。好，点击接口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有这些接口，其实呢主要用到的呢也就是 LAN 口和 WAN 口实际上这里的网络向导呢其实就是把这个 LAN 口和 WAN 口给它简单化放到这里了。那在这里怎么设置上网呢？也一样啊，就是这个 WAN 口这里你点击这个编辑，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协议，大家看一下这个协议，那我们点协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协议同样的，如果说你家里是光猫拨号上网，你就选择这个 DHCP 客户端然后保存就可以了，点击保存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家里是光猫桥接用主路由拨号，你就选择 PPPoE 然后下面呢你就在这里输入你的宽带账号和密码，保存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在这里来设置。
那烂口呢，这里呢我就不再多赘述了。一般来说，你刷的固件呢，它都是有默认哪个网口是烂口。如果有些口是空的话，你在这个编辑里面把那些空的网口绑定成烂口就可以了。这个呢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刷的固件如果没有网络向导是怎么去设置网络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全部的分享了，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想看到更多小白入门的分享视频，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